她老公要是和首富战家有关系，你以为我们俩还能好好的？他早就借助战少的这权势，把咱们俩整得哭爹喊娘了。周红林想到自己做的混账事，觉得叶佳妮说的有道理，便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战少是什么身份呀？海童再头几次胎都没有那个命嫁给战少当大少奶奶。两个人亲亲热热的走出了酒店，却在酒店门口到了海玲。海玲一个人啊，她是趁洋洋睡着后留下梁姨在家里照洋洋，她过来等着周红林和叶佳妮。会来这里等着，也是通过战印给她的那些资料及证据，她分析出来。那周红林呢，很喜欢带着叶佳妮来管城大酒店消费。虽说呢，夫妻俩已经撕破了脸，想到自己嫁给周红林，为他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，还经常要伺候他的父母以及姐姐一家人。周红林却经常指责他不赚钱，乱花钱，整天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单纯带个孩子都还经常要海童帮忙，说他没用，就知道吃。海玲的心依旧会揪痛揪痛的，她不多吃点母乳不足啊。周红林又说他想饿死儿子，洋洋吃母乳到周岁。对他这个结发妻子，周红林就抠门得很，偶尔心情好带着他出门吃饭，也只是吃大排档，那吃到撑都吃不了多少钱，却经常带着叶佳妮来管城大酒店消费，对叶佳妮各种喝寒问暖，送礼讨好，把叶佳妮捧在手心里当公主。那到海玲后，叶佳妮挑衅似的紧紧地挽住周红林的手臂，海玲没有错过他这个挑衅的动作。周红林停顿一下，才带着叶佳妮走到海玲的面前，冷声问着：你来这里做什么呀？洋洋呢？不是说洋洋惊吓过度，离不得你吗？你妹妹从我姐那里索要了5万元，给洋洋当做精神损失费，是不是钱到手了？你就不管洋洋啊？你就是拿洋洋当借口，其实是想要钱，是吧？海玲眼神一沉，动作迅速的扬手，狠狠一巴掌落在周红林的脸上，啪一声响。周红林那边脸呢，就印上了鲜明的手指印。周红林，你还是人吗？海玲愤恨地指着周红林骂道：洋洋被你外甥打成那样，你不心疼？不替洋洋讨公道就算了，我妹妹去替洋洋讨公道，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，夹枪带棍的，你是连人渣都不如。叶佳妮则想推海玲，嘴里叫骂着：死肥婆，你敢打我男人！海玲反手推开叶佳妮，也赏了叶佳妮一巴掌，冷笑着：只要我和这个人渣一天未离婚，他都是我这个肥婆的丈夫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叶佳妮还想动手，佳妮，周红林忙拉住她，并把她护到自己的身后，冷冷地对海玲说道：你在这里是为了等我们有事啊？海玲用着同样冷冰冰的口吻说道：我要跟你们俩谈谈，跟我走吧。说完她转身就走。无意中到妹妹的车子，海玲略停了停脚步，最终还是走向了自己的摩托车吧。这2天为了她的事，妹妹操的心够多的了，今天就不打扰妹妹了。叶佳妮扯了扯周红林，问他：那死肥婆想和我们谈什么？我提的离婚协议，她没有同意，大概是想再和我谈谈离婚的是吧？起诉离婚是需要时间的，可能是洋洋的事让海玲一刻都不愿意再等了吧。周红林带着叶佳妮走向他的车子，2个人上车后，他还倾过身来，心疼地摸了摸叶佳妮的脸：痛吗？你痛吗？周红林又摸摸自己的脸，挺痛的。洋洋的事让他愤怒至极，受他一巴掌让他出气，我忍了。叶佳妮也摸了摸自己被打的脸，说道：红林啊，他既然心急着离婚了，你可以把离婚条件提得更苛刻一点，最好就是能让他净身出户。他要是不愿意，就让他尽管去起诉离婚吧，咱们耗得起呀。周红林呢，嗯着跟他去吧，他想怎么谈吧。2个人都觉得现在海玲心急着离婚，可以拿捏住海玲，逼海玲净身出户。想到海玲会净身出户，叶佳妮摸着被打的脸，嘴角往上翘，挂起了得意的笑容。海玲选了一家奶茶店作为她和渣男贱女谈判的地方，她坐下后给自己叫了一杯果汁。
冷眼的着叶佳妮挽着周红林的手臂走进来，他们这是故意在他面前秀恩，刺激他的。海玲冷笑，他只会感激叶佳妮的出现，让他清了周红林潜伏着的恶劣本性。这样的男人呢，他让给叶佳妮。那周红林两人呢，进前后就到桌面上放着一只黄色的文件袋子。周红林眸子闪烁着，若无其事地坐下来，问着海玲那是什么。海玲就把黄色的文件袋子推到了周红林的面前。周红林以为是海玲写好的离婚协议，拿起文件袋后发现袋子还挺沉的，里面装的绝对不是离婚协议。叶佳妮也好奇地凑过来，想文件袋里面装的是什么。周红林完后我们重谈谈离婚的事。海玲端起了自己的那杯果汁，喝了一小口，这些都是复印件，我那里还有原件，你想撕毁尽管撕，我还可以复印更多出来。那周红林玩文件袋里面装着的所有东西后，脸色都变了，是他出轨转移财产的证据，还有他送给叶佳妮的礼物，每一样花了多少钱，海玲竟然都知道。如果我拿着这些证据去起诉离婚，周红林呢？你觉得你还能用3万块钱打发我吗？海玲很满意周红林的脸变成了黑炭脸。周红林抬头恶狠狠地瞪着海玲，海玲无所畏惧凝视着他的瞪视。海玲，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的？竟然连他每次收回扣都有证有据的，还有他把钱存到了父亲名下的卡里，也有证有据证明他父亲名下那张卡里的所有钱都是他存进去的。这件事他只告诉了叶佳妮的，他家里人除了父亲略知一二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张卡的存在。父亲虽知道这张卡的存在，确实不知道卡里有多少钱。海玲是怎么收集到这些证据的？你别管我是怎么得到这些的，周红林，如果我把你收回扣的事捅到你老板那里去，你觉得你还能留在威浩当经理吗？那海彤提醒姐姐不要把周红林收回扣的证据给他看，就是口头上吓他一下。海玲了解周红林，觉得没有证据吓不到周红林，所以他把战印朋友帮他收集到的证据都复印了一份。那就算周红林撕了，他还能复印很多很多。有这样的证据，那周红林为了保住他的饭碗，才肯让步与他好好的谈离婚一事。他并不知道战印已经吩咐苏南对威浩电子公司展开了全面的打压，等待周红林和叶佳妮的终究会是失去工作。周红林脸色难看至极，他死死地瞪着海玲。海玲以前也是在威浩电子上班的，还干到了财务总监这个职位，当时他比他厉害多了。他不敢承认那时候他压力很大，觉得自己不如海玲，自尊心受到了打击，于是他向她求婚。他们认识10几年，也相恋了几年，在海玲的心里，他们是感情深厚的。海玲也做好了嫁他的准备，他求婚，他很高兴地答应了。然后呢，筹备婚礼，不管他提出什么要求，他和他的家人都答应了。他对他也比以前更好，更加的温柔体贴，总算在婚后哄得海玲辞职在家备孕。成功的让海玲怀孕后呢，周红林还是很期待他们孩子的到来的。而没有了海玲的对比，他在公司里也没有压力，渐渐得到老总的赏识，升职加薪，那才有了今天经理之位。再看海玲成了人妻人母，天天围着他们的小家，围着孩子打转，跟以前的同事们渐渐断了联系，也渐渐的与社会脱节。在哺乳期间，为了儿子，他就特别能吃，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胖子。他很成功的改写了海玲的人生，让他只能养他的鼻息生活。说真心话，周红林其实还没有打算和海玲离婚的，他的计划一直是想等到洋洋可以上幼儿园了，他父母能够接手时才与海玲离婚的。人算不如天算啊！在他变着法子把小姨子海彤赶出去，海彤找个男人一嫁，事情就渐渐演变得脱离了他的掌控。可能他走错了一步棋吧，他就不该听信母亲和姐姐的话，赶海彤走，给他的外甥腾房间来这里上学。要是海彤一直留在他这里住着，说不定他和海玲不会这么快翻脸的呀。
叶佳妮看过了那些证据后，也是一脸的黑。她碰了碰还在凶狠地瞪着海玲的周红林，周红林拉回了飘远的思绪，见海玲淡定地喝着她那杯果汁啊，不知道是她重回职场一时难以适应，还是因为洋洋这件事，感觉海玲瘦了点。她婚前的气质其实很好的，就一胖毁所有，她的美好都是被她亲手毁掉的。海玲，你想怎么样？周红林缓和了语气问她，你提出你的要求，我要是能满足的，我就满足你，然后我们好聚好散，这些东西的原件你都给我。现在他是有近200万的财产，但如果他不和海玲好好的商量，海玲去起诉离婚，他手里握着所有证据，对他非常有利，他处于劣势，法院正常判，那他依旧是要分一半财产给海玲。海玲要是把他收回扣的证据交给了老总，老总或许不会把他开除，但经理之位肯定会被撸的呀。况且他收了客户的回扣，拿人钱财呢，就是替人消灾，也帮着客户做了一些让公司有损失的事情，老板一查呀，就会清楚，那一怒之下他就保不住工作了。说不定呢，老板还会把他的行为散布出去，让他以后找工作都艰难呢。这是前途的问题啊，事关自己的前途利益了，哪怕周红林此刻恨不得掐死海玲，他也要放低姿态，与海玲好好的商议离婚一事。你名下的所有财产我也不多要，平均分，那是我应得的。房子车子我不分你的，但你得另外给我一笔补偿。海玲提着他的条件，房子装修费的问题我也不和你要了，我自己花钱装修的，我自己收回来。只要周红林答应了离婚，去办了离婚手续，他马上就请一班人回去，把房子的装修都砸了，连墙灰都铲了。周红林当初买下的房子是什么样的，原样还给他。洋洋的抚养权归我，你每个月支付他3000元的抚养费，以你的收入，这点钱都不算钱。那也是你的儿子啊，我想你没意见吧？洋洋满18岁后就不用你再支付抚养费，我也不限制你见洋洋的次数。你什么时候想起你还有个儿子了，想去看看他，你就什么时候去看他。周红林听了又是一脸黑。叶佳妮也小声嘀咕，你婚后没有赚到1分钱，也好意思分这么多钱呀？我是没有赚到1分钱，但我嫁给了他，为他这个家付出，让他无后顾之忧，可以在外面奋斗，这也是我的功劳。不能因为我没有上班，就说我没有为这个家庭付出。他婚前的个人财产，我不分他的，婚后的收入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那是我应得的，我怎么不好意思分了？他拿我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给你买了那么多贵重的礼物，问过我了吗？叶小姐是否该把那些贵重物品退回来给我啊？打官司起诉离婚，你手里的那些东西也是要还回来的。周红林，你或许觉得我一下子分走了你那么多财产，是你吃亏了。不过你想想，你只要还能保住你现在的工作，以你现在的收入，你1年都不止赚100万，离婚后你还可以继续捞钱，以后就可以和你的真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人家叶小姐还是个黄花闺女跟了你，你总不能让叶小姐委屈吧？你们俩的事情捅出去了，对你们俩的名声也不好。叶小姐就是受了委屈，你不心疼吗？周红林沉默，一下子要分100多万给海玲，她是肉疼。沉默片刻后，周红林说道，海玲，如果我答应了你分割财产的条件，你真的会把你手里这些证据都还给我，保证不去老总那里举报我。我只要拿到我应得的，我可以保证我个人不会对你进行任何的报复行为。至于他的妹妹或者妹夫会不会做什么，他就不能保证了。周红林又沉吟片刻后就说到，分割财产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洋洋的抚养权我不能给你。洋洋是我周家的骨肉，我爸妈很看重洋洋这个孙子，我不能放弃洋洋的抚养权。周红林害怕把洋洋的抚养权给了海玲，回家后他会被父母骂死。况且洋洋怎么说都是他的儿子，他目前也就洋洋一个儿子，他舍不得放弃洋洋。海玲抬手一泼，
未喝完的果汁泼在了周红林的脸上。周红林，你还好意思跟我争洋洋的抚养权？别跟我说，洋洋是你们周家的骨肉，是你爸妈的孙子，你们都是怎么对洋洋的？洋洋现在都还会经常哭闹，脸上的青紫还没有消退，你们给洋洋带来的伤害还嫌不够？你是不是想让洋洋被他们整死才满意？周红林被海玲泼了一脸的果汁，狼狈不堪。他对海玲的举动呢，也是气得牙痒痒的。叶佳妮就连忙拿来纸巾帮他擦着脸上的果汁，又说着：“海玲，不是说要好好谈一谈吗？你干嘛泼红林一身，把他的西装服都弄脏了？你赔吗？”叶小姐，我想你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吧？海玲讽刺地道：“在我和周红林还没有办离婚手续之前，他都还是我海玲的合法丈夫，他的就是我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向我索赔？你算哪根葱啊？”叶佳妮气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佳妮啊，周红林轻轻地说道：“我没事，你犯不着和他生气，气坏了身子，我会心疼的。”叶佳妮软声说道：“我心疼你吗？”海玲眼含讽刺地看着两个人旁若无人的秀恩爱，她都对周红林死透了心，她以为她和叶佳妮秀恩爱还能刺激到他，那只会让他觉得恶心。海玲啊，周红林压制着怒火说道：“洋洋的事那就是个意外，任明和小宝都还是孩子，他们不懂事，现在也处理好了。任明也被教训过，也向洋洋赔礼道歉过，我姐还赔了5万元给洋洋当精神损失费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好吗？我可以保证不会再让那样的事情再发生的。我爸妈已经从我姐家里搬回了我家里，以后他们会专心的照顾洋洋的，洋洋的抚养权归我吧。你答应放弃洋洋的抚养权，我现在就可以把我名下的财产分你一半，然后我们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。今天正好是周一，民政局上班呢。而现在也是刚午后办手续来得及，给海玲转账也容易，她是银行里的 VIP 客户，去办转账业务很快就能办好的。周红林，我想单独和叶小姐聊一聊，你先出去吧，回避一下。周红林和叶佳妮对视，叶佳妮轻声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被他欺负的，你先回避一下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拿我怎么样。”海玲，谈就要有谈的姿态，不要动手动脚。周红林不太放心，怕他一出去，海玲就会对叶佳妮动粗。海玲抓到他和叶佳妮在酒店的那个晚上，暴打叶佳妮的英勇，他事后想起来都觉得2条腿发软。海玲冷冷地道：“打他，我还嫌弄脏我的手，放心，他现在是什么样，等会儿就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”海玲啊，这是我们俩的事，我不能听吗？周红林还是不放心。海玲反抗他的家暴时，敢操刀追砍他5条街，让他意识到海玲一怒之下真的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这是我原配和小三的谈判，你这个渣男哪里凉快哪里去。他狠狠地瞪了海玲2眼，不情不愿地起身走了出去。等周红林出去后，叶佳妮抬手撩了撩头发，才问着海玲：“说吧，你想和我谈什么？”海玲，红林现在爱的人是我，你要是不想闹得太难看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和红林离婚。放心，海玲平静地道：“我不是和你争周红林，他心不在我这里了，我争也没用，也没有必要去争。他又不是离了周红林就活不下去，地球离了谁依旧在自转，就离了周红林，他可能过得更好。叶小姐比我年轻，跟周红林的时候还是个大姑娘，你愿意给一个2岁半的娃娃当后妈吗？”叶佳妮神色一僵，半晌才勉强地说道：“洋洋很可爱，我会努力的和他搞好关系的。看在红林的份上，我愿意和他一起抚养洋洋。叶小姐不用勉强自己，周红林不在场，他不知道你真实的想法。”海玲讽刺地道：“后妈是很难当的呀，不管你是真心假意，别人都会说你是个恶毒的后妈。你管洋洋了，人家会说你这个后妈欺负前妻留下来的孩子，你不管洋洋。
人家会说不是你生的，你就不管叫前妻留下来的孩子，任孩子自生自灭，不管你怎么做，你都是被指责的一方。叶佳妮脸色阴沉，她是不想给洋洋当后妈的，她还年轻啊，嫁给周红林还是初婚，以后肯定会有她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孩子都管不来，还管别人的。海玲说的也很对，后妈是很难当的，在世人的眼里，后妈都是恶毒的，就做得好不好都是被指责的那一个。可是呢，周红林要争洋洋的抚养权，未来的公婆呢也不肯放弃洋洋。她现在还没有嫁给周红林，未当家，暂时还不能把自己的不喜流露出来。海玲，是红林要争抚养权呀，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。我既然爱红林，我也能接纳洋洋。反正洋洋以后会送去给未来的公婆照顾，不与他一起生活，那顶多就是每个月给个3000元生活费。以他和周红林的收入来说，那3000元真不放在眼里，他买套护肤品都不止那个钱。叶小姐，我和周红林离婚后，你和他就会结婚，你们都很年轻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你的孩子，你愿意让洋洋分走你孩子的父爱吗？就算周红林说洋洋会送回老家给他父母照顾，他父母肯定会觉得洋洋更可怜。那更偏向洋洋，让周红林多关爱洋洋一点，对你的孩子也会区别对待。你愿意让你的孩子受那样的委屈吗？如果洋洋的抚养权归我，我只让周红林每个月出3000元的抚养费，其他的都不用周红林管了。哪怕他10年8年不去看洋洋一眼，我也不会指责他对你和你的孩子影响就能降到最低。你也不用老是面对着我和周红林的孩子，我想，你看着洋洋的时候，肯定就是想到我和周红林的过去啊。我和他认识12年，恋爱7年，3年多的婚姻啊，时间是比你和他要长的，你就真的能不在意？洋洋归了我，你就不用天天看着我的孩子在你眼皮底下晃来晃去的。或许一开始周红林还是会来看孩子的，等到你们有了孩子，他的注意力就会都在你的孩子身上。你的孩子就能享受到全部父爱啊，那不好吗？他那样能赚钱，那他以后赚到的钱都是给你和你的孩子们花的，那不好吗？洋洋满18岁后，就不用周红林再管，你们也能省去一大笔钱。你想想现在的彩礼多高呀，娶个媳妇要房要车要高彩礼要摆酒请客，那都是一大笔钱。要是洋洋跟着周红林，周红林说不定就要帮扶一下洋洋买房买车娶媳妇，那就是瓜分你儿子的利益。叶佳妮沉默了良久后，问着海玲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你能保证洋洋归了你后，你不和周红林再接触吗？他要看洋洋。你把洋洋送到他父母那里去，让他去那里见一见，给洋洋的抚养费减一半，每个月1500，洋洋以后上学所花的钱。不能再找周红林要洋洋长大成人要结婚时，也不能让周红林帮扶，但周红林老了后，洋洋必须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。你要是能做到这一点，我就劝红林放弃洋洋的抚养权，让洋洋归你。海玲看着叶佳妮呀，平静地说道，我去起诉离婚，洋洋也是判给我的，他一直都是我在照顾，再加上洋洋被他们伤害的事，我都保留了证据，周红林没有胜算的机会。我愿意跟你们心平气和的谈判，也是为了叶小姐着想。不管怎么说，叶小姐现在都是个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，你和周红林又该做的都做了，万一你怀孕了，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私生子？你们俩要是公开同住，再生个孩子，成为事实上的夫妻，我还可以告周红林重婚罪呢。洋洋的抚养费每个月给3000元，一分不能少，我也一分不多要。那周红林尽到了抚养洋洋的责任，到他年老了，洋洋自然也会尽到赡养的责任。他不想让洋洋得不到父亲的抚养，将来却要负责给周红林这个渣男养老。现在他占据了主导权，他就要为儿子争到抚养费。当然，周红林愿意一笔支付完洋洋的抚养费更好一点。叶佳妮再度沉默，海玲也不再说，静静地看着他，等着他考虑清楚。良久，叶佳妮说道，我可以劝劝红林，但我不能保证他会听劝。海玲笑了笑，
说道：“现在他对你痴迷得很，你的话他一定会听的。你现在出去跟他谈谈，只要他答应了放弃洋洋的抚养权，你跟他说，让他向公司请个假，我们花1个下午的时间就能把离婚手续办妥。他早一点恢复单身，你就能早一点嫁给他，成为威浩电子公司的经理夫人。威浩电子公司在同行业当中还是很不错的，前景不错，规模也不错。你成了经理夫人，在公司里都高人一等。主要是他以后都属于你了，他能赚那么多钱，你可以随便花，也不用和他偷偷摸摸的，能够光明正大的秀恩爱。我想啊，任何一个女人啊，都渴望与自己心爱的男人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吧。周鸿林才30岁就有这样的事业了，他属于事业有成的人啊。你要是错过了他，以后未必能找到比他更好的了呀，叶小姐。哎，为了你和周鸿林的幸福，是你展现你口才的时候了。叶佳妮想了想后说道：“你向老板借电脑来用一用，写好你们俩的离婚协议书，你们签好名，摁了手指印，等会儿就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。我现在出去劝鸿林放弃洋洋的抚养权，这个我可以照做，不过得进行了财产分割了，我收到了钱，才能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。谁知道你们俩会不会事后反悔？海玲可不笨呀。那当他对周鸿林死心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再让一步，总要做好准备，不让自己吃亏嘞。”叶佳妮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下午2点。速度快一点呢，还是可以在下午就让2个人办好离婚手续的。你在这里等着，不，你先去跟店老板借台电脑用用，打印好你们的离婚协议书。我现在出去劝劝鸿林。叶佳妮也怕周鸿林和海玲扯皮太久，她嫁不成了周鸿林。再加上海玲现在手里握着的证据都是对她和周鸿林很不利的。周鸿林好不容易才混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有了那么高的收入，他是不可能自毁前程的。海玲说的话也有理，现在一笔分割财产虽然肉疼，但只要保住了前程，以他们俩的收入，1年也能赚个100多万。分给海玲的那笔钱都不用1年就能赚回来。一笔分割清楚后，以后周鸿林赚到的钱都与海玲无关了。当然，她要嫁给周鸿林之前，会要求周鸿林按照之前说好的那样，往房产证上填上他的名字，工资卡上交，再风风光光的娶她入门。好，我会打印好离婚协议书，签好字，摁了手指印，等着你劝服周鸿林。叶佳妮拉开了椅子，起身走了出去，准备发挥她的口才，劝周鸿林放弃洋洋的抚养权。周鸿林在外面等着，却也一直盯着店里，生怕海玲突然发飙暴打叶佳妮。看到叶佳妮出来了，他就放下心来，连忙迎上前去。佳妮，他没有对你动手吧？叶佳妮摸了摸脸，说道：“就是刚才那1巴掌了。你出来后，他并没有再对我动手。周鸿林呢，也被海玲打了1巴掌的。”他就心疼地说道：“佳妮，以后我都不会让他再对你动手的。”他又问：“他都跟你说了什么？”叶佳妮看看周围，他们俩是站在街边，人来人往啊，不过没有人刻意关注他们。他对上周鸿林关心的眼眸反问他：“鸿林，你愿意看到我受委屈吗？”“我怎么愿意看到你受委屈？我要和海玲离婚，就是不想让你受委屈。”周鸿林拉起他的手：“佳妮，他是不是骂你了？我进去找他算账。”“不是。”叶佳妮拉住就要转身进店的周鸿林，轻声说道：“鸿林，我不想当洋洋的后妈。”周鸿林扭头看他：“你不是说洋洋很可爱吗？你说你很喜欢洋洋的，愿意和我一起抚养洋洋。”周鸿林声音有点高，怕别人看他呢，他又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佳妮，我也知道让你一个未婚的当后妈委屈你了，可是洋洋是我的儿子，是我周家的骨肉，一定要留在周家。你放心吧，等离了婚，我把洋洋送回老家给我爸妈带着，我爸妈也答应的了，不会对我们造成多大影响的，我们俩依旧可以过甜蜜的2人世界。”叶佳妮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能生啊？
我也会有我自己的孩子，谁生的谁疼。我肯定是偏爱着我生的，对洋洋做不到一视同仁，别人就会骂我是个恶毒的后妈，你舍得我承受那些骂声？你爸妈是能帮你带洋洋，但他们年纪渐大，又能帮你照顾几年，最后还不是要回到我们身边？周红林不吭声。红林，咱们不争洋洋的抚养权了好吗？我是真的不想一嫁给你就当个后妈。你放弃了洋洋的抚养权，每个月给3000元抚养费，其他都不用管了，轻轻松松的看着海玲帮你把儿子养大，不好吗？儿子是你的，不管跟你还是跟海玲，都是你的儿子。长大后一样要叫你作爸，你只要出了抚养费，将来你老了，他一样要尽到当儿子的责任，但你能省很多事情呀。海玲说了，你放弃洋洋的抚养权，洋洋将来读书，长大后结婚生子都不需要你当爸的帮扶，他当妈的那一力承担了，那都是一笔笔的钱呀。叶佳妮说到这里，嘟着嘴说道，反正我是不想让洋洋分走我孩子太多的父爱，也不想让周红林以后赚到的钱花一半到洋洋身上，他希望周红林以后的收入都是花到他们小家上，花到他和他的孩子身上。洋洋是海玲生的，他肯定会尽心尽力的抚养洋洋长大，教育好洋洋，对洋洋的成长呢也更好一点。要是你争了洋洋的抚养权，洋洋跟着你爸妈长大，你觉得你爸妈能把洋洋教育好吗？隔代带娃很多都是溺爱的，当然呢，你要是愿意看到洋洋变成个一事无成的人，当我没有说过这些话，我是觉得洋洋跟着海玲比跟着你好，你工作又忙，哪有时间管教洋洋？孩子不是生出来就不用管的，是要花很多心思去教育培养的。洋洋没有培养好，别人就会指责你，也会指责我，说我是恶毒后妈，说你是有后妈就有后爸。我现在跟了你已经很委屈了，你还要让我承受更多的委屈吗？听了叶佳妮的话，周红林纠结地道，我答应过我爸妈，一定要争取到洋洋的抚养权，放弃了洋洋的抚养权，回去后他无法向父母交代。洋洋是你的儿子，又不是你爸妈的儿子，只有你能做决定。你放弃了洋洋的抚养权，难道洋洋就不是他们的孙子了吗？他们依旧可以去看望洋洋，洋洋一样是叫他们爷爷奶奶。周红林呢不说话，他是没有时间管教洋洋的。叶佳妮又不肯像海玲那样结婚后就辞职在家，送回老家给父母照顾，洋洋就成了留守儿童啊，对洋洋的成长的确不好。他没有怎么照顾过儿子，可那也是自己的儿子。当爸的都有望子成龙的心理，周红林也是希望洋洋将来能成才，带给他荣誉啊，骄傲的。海玲现在借奶茶店老板的电脑在打印离婚协议书，你要是愿意放弃了洋洋的抚养权，你们花上1个下午就能办理好离婚手续，然后你就恢复单身，咱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红林，我们都还年轻啊，以后还会有孩子呀，咱们能生2个、3个的。海玲现在那副样子，离了婚大概率是嫁不出去的了。洋洋就是他的精神寄托，你与他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给他一个精神寄托呗。那周红林被叶佳妮这样一哄一说的，是决定放弃洋洋的抚养权了。考虑到父母的感受，他说你进去跟海玲说，让他再给我1天时间，让我考虑考虑，就也让我说服一下我爸妈，免得他们去找海玲闹。明天下午2点，我在银行门口等他签了离婚协议书后，我与他就进行财产分割，按他的要求，把钱转给他后，再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。叶佳妮想想就差1天时间，便点点头，说道行，我进去跟他说说。周红林被他说服了，相信他也能说服他的父母的。不用叶佳妮进去，海玲已经出来了。他拿着2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，已经签上了他的大名，并摁了手指印。海玲啊，周红林沉声说道，你给我1天时间说服我爸妈，否则他们会去找你闹的，说不定又会做出抢走洋洋的举动来。明天下午2点，你在银行门口等我，按照你的要求给你分割了财产，我们再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。